聽說有位紫微斗數大師可以預判台北市長誰會當選，我一時興起想去請教，可是後來轉念一想，此事萬萬不可，因為我一向反對算命，如果這件事傳出去，難免被人批評我言行不一。那些姓翁姓謝等等奉中共之命來誹謗我的小人，又要大做其第一件文章。我為什麼反對算命呢？算命我們可以把它跟豁然率連接起來進行分析。有沒有人算命絕對準確，算對的豁然率是1及100%呢？這種神算如果有，一定會被最有權有勢的領導請去當座上賓，一般人根本見不到，等於不存在。在0與1之間，我們假設有人算對的豁然率有50%，那等於是半仙了。請這種半仙給我們算命，結果會如何呢？我們可以把事情分成好與壞兩種，用算對或算錯加以排列，就產生了4種組合。第一種情形，好事算對了，沒有改變什麼，算是扯平。第二種情形，好事算錯了，比如我們裝潢好了一個房子，心裡挺滿意，風水也很好，而算命的卻說這房子風水不好，要我們改裝潢。如果我們不改，心裡會不安，招致精神損失；如果我們改了裝潢，會破財勞神，房子還因此住得不舒服。這種情形對我們來講很划不來。第三種情形是壞事，而算命的說對了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除非算命的可以幫我們把壞事避開，否則只是讓我們無謂的緊張擔心，卻於事無補。第四種情形是壞事，而算命的算錯了，說這是好事，不但沒警告你，還鼓勵你去做，結果讓你放棄了嘗試判斷，招致很大的損失。這種情形當然不好。依據以上的分析，除了第一種情形我們可以打平之外，第2、3、4種情形都會導致我們的損失。所以整個來說，算命是划不來的。下面可以再分析一下所謂算命師幫人避凶趨吉的問題。我們知道算命和改運是兩回事，要用不同的豁然率來計算。假設算命師算命準確率是50%，他改運的成功率也是50%，那麼他算對又改對的豁然率是50%乘以50%等25%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算命值不值得呢？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醫院做個類比。假設一家醫院診斷的正確率是5成，治療的成功率也是5成，也就是說有病去看，我們治癒率只有25%。那這家醫院有誰敢去呢？去這種醫院，沒病會被整出病來，有病的話大概只能躺着出來了。由以上分析，我們可以說去算命或改運都得不償失，我們還是老實認命點好，盡人事聽天命大概是最好的選擇。